還記得6月2號那期視頻嗎？我在最後留了一個整個華爾街都在等待的懸念。那道叫標普500的大門，會不會為了世界上最貴的一頭巨獸，把堅守了幾十年的盈利底線彎一彎呢？美東時間6月4號，答案來了，3個提案，3個 no change， 盈利要求不變，12個月等待期不變，流通盤門檻不變，標普500守住了。但這不是我們今天這期視頻最重要的事，因為就在標普500說不的同一周，另外2扇門悄悄地打開了。更重要的是，我查了 Federally 等幾家券商這次針對 SpaceX IPO 發布的參與條款，發現了一個被大多數人報道忽略的設計。它同時從3個方向把散戶的錢鎖進了這場遊戲，而且每一條都是白紙黑字，完全合法。那今天我們就把這個結構拆開來看，先把那張標普道瓊斯的官方答卷說清楚。標普道瓊斯這次裁決用官方語言說得相當乾脆，不應當僅僅基於公司的市值規模，就對其豁免財務生存能力、上市成熟期以及可投資權重因子的核心要求。翻譯成人話就是，你再大，規則面前一律平等。3條底線，1條沒動。標普500，你必須在最近1個季度實現 GAAP 淨盈利，而且過去連續4個季度淨盈利加總也必須為正。SpaceX 2026年1季度單季虧損43億美元，2025年全年淨虧損49.4億美元，這道門關得死死的。12個月等待期不變，標普拒絕了壓縮到6個月的提案，一天都沒少。流通門檻不變， SpaceX 的 3% 到 4% 遠遠不夠格。到這裡看起來華爾街至少還有一個地方守住了規矩，但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就在標普500說不的同時，上期我們提到另外2個指數動作快得多，做的事情也徹底得多。納斯達克不只是把等待期從12個月壓縮到15個交易日，他直接把一條堅守了多年的底線廢掉了。原來進納斯達克100，公眾流通盤必須占總股本的10%以上， SpaceX 只有3%到4%，規則擋路怎麼辦呢？納斯達克把這條規則刪了，換上了一個叫3倍上限規則的新計算方法。在算指數權重時，把 SpaceX 的有效權重人為的放大為實際流通盤的3倍，最高不超過總股本的 33.3%。 賬面流通盤只有 3%， 納斯達克按 9% 來算，這哪裡叫改規則啊？這分明是換秤。富時羅素更快，只需5個交易日，專門為 SpaceX 頒布了流通盤豁免條款，只要招股書裡的鎖定期安排能確保12個月內流通盤擴大到 5%， 上市第5天就算合格。標普自己的 S&P 全市場指數 TMI 已經宣布，將於6月8號正式實施新規則。超大市值流通盤的公司可以通過新規則進來。所以真實的圖譜是，納斯達克貴了，富時羅素貴了，標普全市場指數開了條縫，只有標普500主指數守住了。這不是華爾街集體認慫，這是指數行業內部清晰的一次大分裂。分裂背後的原因，一個數字說清楚。追蹤納斯達克100的全球純被動資金5870億美元，追蹤全球市场指數的資金935億美元，追蹤標普500的純被動指數化資金13萬億美元。朋友們，我在這裡停一下，說明一件事。之前那期視頻裡說的是24萬億，
那個數字包含了以標普500為基準，但還保留了主觀判斷權的主動型基金。真正會機械執行、不問價格強制買入的純被動資金是13萬億，數字修正了，邏輯沒變。13萬億對比5870億，對比935億。換一個方式想，標普500這扇後門是太平洋，納斯達克100那扇門背後是長江，標普全市場指數那扇門後面是一個中型的湖泊。你往太平洋扔一塊石頭，和往湖泊裡扔一塊石頭，體感完全不一樣。標普500這扇門不是比別人更有原則，是那13萬億是他們存在的唯一理由。門彎了，13萬億的信任基礎跟着垮，整門生意就沒有了。但真正讓我在招股書裡多提了一層的那件事，我們等下說。先來看看那台3齒輪的機器今天賺到哪裡了。6月12號 SpaceX 將以每股135美元在納斯達克掛牌，代碼 SPCX， 募資750億美元，對應估值1.75萬億美元，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 IPO， 沒有之一。這家公司的流通盤是全美股上市公司裡最薄的一批，微軟 99.97%， 英偉達 95.8%， 特斯拉 80%， SpaceX 只有 3% 到 4%。 這個數字不是失誤，是設計。從6月12號開始，3台機器依次啟動。第一台就是在上市當天激活，但幾乎沒有人注意到它。在6月1號修訂的 S1 文件裡，有一條叫做定向配售計劃的條款，承銷商在公開發售的股票裡專門劃出了最多 5% 的份額，定向配售給公司員工、高管指定的個人、商業合作夥伴以及內部人士的親友。這本來沒什麼問題，但 SpaceX 的招股書明確規定，參與這項計劃的各方完全豁免鎖定期限制。你想想看，這意味着什麼呢？當超過 60% 的股份被鎖在大股東的賬戶裡，當70天後才開始小批量的解鎖，這批內部人士的親友可以在6月12號掛牌當天直接把股票賣給二級市場，賣給那些湧進來搶購 SpaceX 的散戶和機構。這是一扇無聲無息的暗門，在被動資金大規模湧入之前，已經幫內部人士打開了一條高位套現的通道。第二台機器大約在6月19號富時羅素納入生效，但初始強制買入只有2億到4億美元。因為嚴格按照實際流通盤加權，此刻 SpaceX 的真實流通盤依然極度稀缺，這台機器暫時是小火。第3台機器7月上旬納斯達克100正式納入，這才是大錘。納斯達克的3倍上限規則讓 SpaceX 在那納斯達克100裡佔據了 0.7% 的有效權重。全球追蹤 QQQ、3QM 等產品的被動資金規模是6620億美元， 0.7% 的權重，算下來就是大約50億美元的強制買單。朋友們，50億，這批錢沒有任何的價格意見。ETF 基金經理的唯一使命是在下午3點59分把賬上的錢花完，無論價格多高。量化對冲基金前幾周掃貨，把價格推到高位，等 ETF 盲單湧入那天，把高位的籌碼精準地倒進被動基金的賬戶裡。彭博社分析師 Robert Duboff 的量化測算更讓人多想一層，把所有被動工具加在一起， SpaceX 上市後最多6個月，他們可能要吸收掉 SpaceX 公開流通盤的 19% 到 24%。 如果把納斯達克100當業績基準的主動型基金也算進來，
這個比例飆到 48%。公開市場上將近一半的可用股票將被对價格沒有任何意見的算法機械掃走。對你來說，直白換算是這樣的：你每定向 QQQ 投入10萬元，從7月上旬開始，你的賬戶裡會自動出現將近700元的 SpaceX 倉位，不用你選，不用你同意，它就在那裡了。這是齒輪1確認運轉，然後是齒輪2階梯解鎖時間表，精切如鐘。上市後70天、90天、105天、120天、135天分批小額解鎖，每批解禁流通盘擴大，指數权重自動調高，被動 ETF 繼續買。11頁最關鍵，第3季度財報公布後，28%的內部人股份解禁，將近5000億美元的籌碼進入市場，是 IPO 後最大的一次供给衝擊。180天到12月中旬，常規鎖定期徹底結束。馬斯克本人的股份要到2027年的6月，整整366天。這是齒輪2確認運轉。現在來說齒輪3，這裡有一件事我需要直接說清楚。上期視頻裡我用了一個條件句，如果標普500最終通過提案，今年12月背後锚定着13萬億的大門打開，正好撞上了11月的 28% 超級解禁，量化基金11月接筹，等到12月標普被動資金的盲單衝進來，精準接貨，連環觸發，這是上期最大的懸念。現在答案來了，是否定的。第3級齒輪正式斷了。SpaceX 今年進不了標普500，只要賬面上虧損還在，這道門就關着。這不是預判失誤，這是懸念收到了答案。但有一扇側門卻將在6月8號悄悄地打開。標普全市場指數的新規則 ，SpaceX 很可能從這扇門走進來。但追蹤標普全市場指數的資金是935億美元，對比主門的13萬億差了139倍，不是核彈，是水槍。好，3台機器的狀態全部更新完了。但今天最重要的是，不是這3台機器本身，而是它們背後還藏着一個更完整的圖景。誰在為這台收割機提供燃料，以及這張接盤桌到底是怎麼鋪的？你可能以為答案只有一個，被動 ETF， 那個在7月上旬被迫買入的50億美元，但那只是其中一路。還是在6月4號，美國老牌券商 Fidelity 做了一件在華爾街相當罕見的事，把 SpaceX IPO 的申購門檻從原來最高的50萬美元一刀砍到了2000美元，降幅超過 99%。 一家平時根本不屑於為中小投資者專門降低門檻的機構，突然變得這麼體貼，為什麼呢？因為 SpaceX 招股書裡白紙黑字的寫着，最多拿出 30% 的份額留給個人投資者。 30%， 朋友們，這在這種量級的 IPO 裡是歷史上極罕見的比例。通常個人投資者的大型 IPO 裡能搶到的，不過是機構挑完肉之後剩下帶些骨頭渣子的那點湯。這一次門打開了，門檻沒有了，散戶被正式的請進來了。但是門背後有一根繩子， Fidelity 的規則寫得非常清楚，如果你在掛牌後的15個自然日之內賣掉這批 IPO 新股，你就被標記為拋售者。第一次犯規，被封禁參加未來半年內所有 IPO 申購；第2次1年；第3次和你的社保號綁定，永久封禁。Robinhood 的標準是30天，同樣有相應的封禁處罰。進來容易，出去要想清楚了。想想看，15天意味着什麼？一只新股上市頭2周，
通常是它價格最慘烈的波動期，也是最多散戶冲進來，然後悔不當初的窗口。你買进去了，開盤第一天漲了 20%， 心裡在盤算要不要先鎖定收益。這個念頭一起，就意味着你正在往封號的名單上走。規則的設計很聰明，不是讓你來不及賣，而是讓你不敢賣。萬一賣了被封號，以後有好公司打新的機會全斷了，這代價太大了。大多数人寧願捂着，散戶的手就這樣被套牢機制攥住了。你現在把這幾件事放在一起看，內部人親友 DSP 計劃零鎖定，6月12號掛牌當天就能賣，被吸引進來的散戶門檻砍到了$2000，但15天和30天內不准動，一動就封號。被动 ETF 資金7月上旬被強制買入大約50億美元，毫無價格意見，無法拒絕。順便算一筆賬， SpaceX 這次 IPO 一共募資750億美元，30%留給個人投資者，就是225億美元。你把這225億美元想象成一個巨大的資金池。Fidelity 把申購門檻降到了$2000，相當於是拿着這個池子裡挨家挨戶的敲門，只要2000塊就可以進場了。這是3層完全不對稱的設計，全部寫在了白紙黑字上，每一個條款都合法，沒有人撒謊，沒有人犯法。那這真的是給散戶的福利嗎？這分明是給散戶設計的進场通道，同時鎖住了出場的鑰匙。內部人的親友可以在 Day One 把籌碼卸給散戶，散戶被繩子鎖了15天動不了，正好等着被動資金在7月上旬進場時把價格頂上去。說白了，這次 IPO 最精妙的設計不在機構那一端，機構的份額早就分好了，你進不進場他們都完成了買入。精妙恰恰在散戶這一端，低門檻吸進來，封號機制讓你不敢輕易出去，被动資金在你被鎖住的期間把價格頂上去。這是退出流动性的合法版本，比任何明面上的套路都更干淨。因為每一条規則都是在你申购的时候点擊同意了的。上期我管這叫資本接力賽，今天你看到了接力賽的完整隊列，從進場鎖倉到托底，每一環都設計得精妙無比。但這不只是 Space 一家的故事，真正讓人多想一層的在這裡。標普500這次裁決不只是回應 SpaceX， 而是在為整個超級獨角獸時代立規矩。排在 SpaceX 後面的有一批估值同樣達到天文數字的 AI 公司正在衝擊公開市場，而這4頁紙已經提前告訴了所有人，你們每一個都得在這道門前排隊，拿出4個季度真實盈利才能推門進來。排隊名單裡 OpenAI 排最靠前，估值目標在8300億到1萬億美元之間。傳聞今年第4季度啟動 IPO， 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已確認擔任主承銷商。從2022年 ChatGPT 上線前的2800萬美元年收入，到2026年1季度年化127億美元，4年漲了將近450倍。但賬面是另一回事。OpenAI 2026年1季淨虧損140億美元，從現在到2029年，累計消耗高達1150億美元。我給大家一個參考，曼哈頓計劃，美國造出第一顆原子彈的工程，按今天物價折算，大約是300億美元。OpenAI 打算在3年內燒掉將近4個曼哈頓計劃的錢。按他們自己的測算，實現 GAAP 盈利在2030年。OpenAI 上市後，納斯達克100會在15天內把它吸進去，沒有任何盈利要求。
但標普500的大門呢，10年之內基本無望。然後是 Anthropic 9650億估值 ，SE 文件也已秘密提交，今年第3或第4季度登陸納斯達克，宣稱的 5.59 億運營利潤是非 GAAP 數字，管理層自己預警下半年可能重回赤字。就算2027年真正實現 GAAP 盈利，加上12個月的成熟期，最快也要等到2028年末才有資格被標普考慮。後面還有一家公司更反常 ，Stripe， 全球最重要的數字支付基礎設施，估值1590億美元。道瓊斯指數裡 90% 的公司，納斯達克100裡 80% 的公司，底層支付系統都跑在 Stripe 上。2024年自由現金流22億美元 ，GAAP 盈利完全靠自身造血续命。標普2023年還推翻了2017年的就禁令，允許雙重股權結構入選，這直接清除了 Stripe 歷史上唯一的資格障礙。所以，如果 Stripe 明天決定 IPO， 按現行的規則，上市滿13個月的第一天就能進標普500，直接空降前20大的權重股。但 Stripe 根本不想上市。聯合創始人 Patrick Collison 今年2月說的相當直白 ，IPO 根本不在公司前20大的優先事項裡，強行上市只是在為一個不存在的問題拼湊解決方案。定期搞2級市場邀約收購，投資人照樣能退出，根本不需要上市。你細細品這個細節，在所有排隊等着進標普500的超級獨角獸裡，財務標準最符合要求的那一個是最不想進來的。這是華爾街今年最精彩的反諷。這3家公司的命運清楚地說明了標普首名的真實意義。納斯達克100這扇開着的大門，將來者不拒地把這場 AI 浪潮裡的每一個風險照單全收。OpenAI 和 Anthropic 上市後的第15天就會被吸進去，他們的萬億估值和巨額虧損預期全部打包進了 QQQ 的每一份份額裡，交給定投納斯達克100的普通人。現在直接回答最重要的問題，這對你手裡的資產意味着什麼呢？你現在能做什麼呢？只有標普500 ETF， 比如 VOO、IVV 或者 SPY， 今年的守門是對你的保護。SpaceX 和 OpenAI 今年都進不來，但這道門不是永遠關着。哪天他們實現真實盈利，計時器就重新啟動，那才是13萬億真正需要做決定的時刻。持有納斯達克100 ETF 的人，從7月上旬開始，你的賬戶裡會自動出現 SpaceX 的倉位。今年第4季度之後， OpenAI 很可能也會出現，你沒有任何辦法阻止，可能根本不知道這件事在發生。這不是陰謀，這是規則。你現在能做4件具體的事。第一，查一下你定投的到底是標普500還是納斯達克100。這2個選擇在7月上旬開始，差異會越來越大。第二，如果你持有 QQQ， 你接下來的每一筆定投，要知道你在自動買入 SpaceX， 喜不喜歡都有。第三，在手機裡設一個提醒，當 SpaceX 的某個季度首次實現 GAAP 盈利，那一刻標普500的計時器重新啟動，那才是真正值得追蹤的時間節點，不是 IPO 那天，是盈利那天。第四，如果你打算參加 SpaceX 的 IPO 申購，在點擊申購鍵之前，先把你那家券商的 Anti-Flipping 條款讀一遍。Fidelity 是15個自然日， Robinhood 是30天， Charles Schwab 是每次 IPO 單獨規定。進場之前至少要知道你的繩子有多長。上期我給大家一個巨獸劫持指標，今天加上3個新維度。
關注哪個指數在為某只新股改規則，只要改了，就意味着被動資金即將被強制捲入。這次納斯達克改了3倍上限規則，富時羅素改了流通盤豁免條款，信號出現時，被動資金就已經在路上了。關注被動資金和流通盤的供需比，吸收比例越悬殊，收割力道越大。這次19%到48%相當罕見。關注那扇沒有被改變的門的後面有多少錢。今天標普500那13萬億是最後的防線，守一天算一天。上期我說，你以為在定投美國國印，但在某一刻，你可能只是在不知不覺中定投了某個首富去火星的狂熱夢想。今天的補充是，至少今天標普500的委員會替你擋了一下，但門外的隊伍已經排好了。今年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會緊跟其後進來。在這2家公司拿到標普500入場券之前，還需要多少年實現真實的盈利呢？屏幕前的你認為 OpenAI 和 Anthropic 哪一個會更早滿足標普500的盈利要求呢？你的預期是哪一年呢？或者你打算怎麼處理手裡的 QQQ 呢？股市有風險，投資需謹慎。記得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咱們下期再見。